大家好，我是小诺。煮冻饺子时不要着急下锅，用冷水和开水煮都不对。今天教你一个小方法，煮出的饺子和现包的一个样。很多朋友反映自己煮的冻饺子有时破皮，有时黏黏的，跟现包的不一样，口感不好。其实是下锅的时机不对，所以煮速冻饺子看似简单，实际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。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在选择购买速冻饺子的时候也有优劣之分。一般正常速冻饺子不会接触过多的水分，因此表面的风霜不是太多的。如果饺子表面冰霜多，并且有冰块，说明饺子可能是经过2次速冻，那样饺子的营养和口感都不太好，建议不要购买。像这样的饺子表面硬邦邦的，没有风霜，没有冰块，像这样的速冻饺子就是比较优质的饺子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煮冻饺子。锅中烧水，大火烧开，提前往里面加入少食盐，加盐水的沸点就会提高，这样煮饺子水就不会过分的沸腾。饺子下入锅中后就不会受到沸水的冲击，可以尽量的避免破皮，并且加入食盐之后，速冻的饺子能够更快的吸收水分，还能增加底味，让饺子吃起来更加的美味。要用勺子搅拌化开食盐。我们看到锅底开始起密集的泡泡，这会儿水还没有完全烧开，似开微开的时候下入冻饺子。煮速冻饺子一定要温水下锅煮，因为速冻饺子的温度是比较低的，温水下锅可以避免饺子快速的膨胀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让饺子慢慢的解冻。另外，温水下锅煮饺子可以避免饺子受到沸水的影响，过度翻滚而破皮。速冻饺子也不适合用冷水煮，因为冷水煮饺子会延长煮饺子的时间，更容易使饺子破皮，而且煮出来的饺子发黏，口感不好。饺子下锅后，用勺子轻轻的推动，让饺子受热均匀，并且不粘锅。大火把水烧开，使饺子迅速的飘起来。记住，煮冻饺子千万不要盖锅盖，否则热气散发不出来，饺子容易发黏。就让饺子在似开微开的水温中煮几分钟，这样煮出的饺子跟现包的一样好吃。这会儿锅中的水慢慢的烧开了，等它完全烧开后，往锅中加入一勺冷水，用勺子轻轻的推动，使其冷热均匀。俗话说3开的饺子2开的面，做饭靠的是经验。水开后往里面打入凉水，是因为煮饺子时候水容易烧开，但是饺子的里面不容易熟。如果锅中的水一直沸腾，饺子皮很快融化，所有的饺子容易粘连在一起，不仅容易破皮，而且容易粘成一团，影响口感。因此我们在煮饺子的时候，可以在水开时加入1勺凉水，2次水开后再加入1勺凉水，继续搅拌均匀。加入凉水可以使锅中的温度快速的降下来，这样煮出的饺子既筋道又爽滑，味道也是特别的好吃。水开再打入1舀凉水，继续给它推动均匀。煮速冻饺子最好打3次凉水，煮好的饺子这样口感更加的鲜香。水开之后就要把火候调为中火，用中火煮饺子，不能一直用大火煮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你的每一次点赞、关注、转发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在准备水开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准备1碗汤料，在碗中加入1把虾皮提鲜、1把紫菜、1捏香菜、1勺香醋、1勺生抽调味，最后再加入少许的小磨香油增香，先把它放在一旁。这会儿锅中的水又烧开了，我们再看一看饺子有没有完全的漂浮起来，其次看一看饺子的外皮有没有发白。如果饺子已经完全漂浮起来，并且饺子皮不发白的话，就证明饺子已经完全煮熟了。煮速冻饺子没有时间限定，完全靠的是经验。这时我们把热汤舀上1勺，放入汤料碗中，1勺不够可以再舀2勺，用饺子水冲开紫菜。天冷一口饺子一口汤，吃起来特别的舒服，浑身热乎乎的，而且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。紫菜不需要煮，即使紫菜开水烫一烫就足够熟透了，而且营养会完全保留，营养更丰富。再将饺子用漏勺盛出，放入碗中，
按照这个方法煮出的饺子个个都很完整，不破皮不粘锅，这样煮出的速冻饺子口感更加的鲜嫩，更加好吃，和刚做出来的饺子一样美味。所以以后煮速冻饺子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。如果不喜欢吃带汤水的，也可以现调一个简单的蘸料，准备一把拍散的大蒜，把它放到蒜臼里捣成蒜泥，然后放入小碗中，往里面淋上小半碗的香醋，再淋上小磨香油增香，搅拌均匀，这样蒜泥汁儿就调好了。成熟的饺子蘸上蒜汁儿，吃起来特别的开胃，一口一个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这样煮的饺子，不管是带汤吃还是蘸料吃，都非常的方便，不用担心发黏破皮儿，吃起来口感也是超级的香。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吃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煮速冻饺子其实也没有什么技巧，主要就是挑好的饺子，我们温水下锅，打上3次凉水，煮至饺子飘起来，基本上饺子就熟了。这样煮出的饺子特别的鲜香，和刚包的一样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